老师，你觉得为什么中共要特别在这个时间点，在110年以前也没特别做，在今年特别来扩大纪念这个辛亥革命呢？我想，第一个，中共其实对辛亥革命向来是持相当正面的立场了哈。那为什么持正面立场？第一个，中共定位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先行者，好，他带领了中国第一次的这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那这个革命呢，还是中共认为说对推翻君主专制呢，还是抱持着高度的评价。第二呢，就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这个让中国共产党得以在中国开始发展生根。这个而且他跟苏联的合作呢，给这个共产党很高的这个发展的机会跟养分。虽然后来在他过世之后，国民党亲共，但是这个亲党，但是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先抓住机会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早年都有国民党党员的资格。大部分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呢，其实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第二点。第三个呢，就是孙中山的这个个人的左派思想。这个左派思想呢，包括了他这个联俄容共的时候，跟这个苏联的这个派来的代表见面。在中国国民党的重要历史文件，譬如说1924年发表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面呢，这个强调的就是这个联俄容共扶助农工，这个完全是共产党的想法，扶助农工嘛。然后呢，这个孙中山的一些思想，三民主义里面，他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包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个土地国有化，重要的产业国有化，这完全是共产党宣言这个思维他受苏联影响很深，他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纪念他的第三个理由。第四个当然就是孙中山的这些个人关系，比如说宋庆龄。这个他最后一任正式的这个夫人呢，后来呢是共产党嘛，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但是呢，在这个1949年的时候，他是选择留在中国大陆，而且呢，长期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国家副主席，当然那是一个虚的头衔，但是总的来看呢，有这样的地位也是不得了的。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刚才讲的4个原因所以这个。民主先行者、联俄容共、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个人关系等等，这个让这个中共呢非常尊重孙中山，还有这个辛亥革命，这个是以往一直以来都是如此。那近年来大概又加上一个就是什么？对这个台湾中国国民党跟海外华人统战，也就是说，你中国国民党呢虽然你现在在政治立场上跟中国共产党还是不一样的，可是至少有一个辛亥革命，这个我们可以共同纪念嘛，共同精神领袖，共同精神领袖，共同纪念。所以早几年这个还没有因为疫情没办法这个来往的时候每年呢他就会邀请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人士去纪念辛亥革命。也就是说呢，你现在不认同，但是辛亥革命这种可以纪念吧，这是历史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然后呢，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统战作为。然后呢，还有海外华人，为什么呢？因为孙中山的这个革命其实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待在海外，他跟海外的华人不断的由这个奔走而募款，这当然最后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他本人也不在国内。武昌起义的新军领袖其实跟孙中山也没什么个人的关系。然后呢，新军领袖起来，这个等于是对清朝的叛变，后来各省独立，其实这也跟孙中山没什么关系。这是后来为什么必须要把位置让给袁世凯，这是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自己没有直接的参与。这个他所领导的同盟会呢，其实这个扮演的角色也远远不如袁世凯跟这个新军，但是那是形式使然那他个人在海外这个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美国很多地方都有他当年经历过的这个记录嘛。那个说这个海外华人的对中国的事业开始有所参与孙中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来讲，中共要统战一方面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一方面统战海外华人，孙中山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历史人物嘛，因为这些事迹是存在的，所以这么多的理由所以中共是非常的在意重视这个辛亥革命那但是呢，中共自己里面呢对于辛亥革命其实是高度的警惕就是中国会不会再出现辛亥革命这个中共是非常担心。其实中共最在意的，以前我们节目也讲过他第一个
花大力气去研究，就是苏联为什么解体。第二个就是中国历代的革命是怎么发生的。他就是避免不要重蹈覆辙。他发现你这个辛亥革命起源于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对外战争的失败。这个打败仗，打败仗，对，一方面劳民伤财，一方面朝廷威信降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强干弱枝，第四个呢就是为了打了败仗之后通常都要有一些改革的作为，这个改革的作为其实对他来讲就是削弱统治权的一个重点，所以呢，鸦片战争失败后10年，太平天国爆发，这个清廷元气大伤，然后呢，这个1900年这个八国联军清廷大败，这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个10年革命的规律。那因为呢，这个八国联军打败了之后呢，慈禧太后呢为了挽救民心，也下诏变法。下诏变法，第一个要制宪。这个过去没有制宪。第二个呢，各省开设咨议局，这个咨议局就是地方的这些精英可以来议论时政。那这些人很多都是外国留学生，具有一些新思想。那第三呢，就是军队因为打了大败仗，所以呢要练新军。这个新军呢，很多的这些军官这些军人送到外国去。这个受训，受到外国受训呢，结果就带回来很多革命的思想。所以呢，最后辛亥革命就是在这个新军的这种起来的叛变，然后各省咨议局这些精英的这种号召独立，结果呢，辛亥革命成了一个风潮，最后导致第2年袁世凯勒逼清廷退位。所以现在中共就在想，如果在中国要再发生辛亥革命的，再有可能，第一个就是如果对外战争发生了失败，威信的下降，然后这个也必须要从事一些改革的措施来挽救民心。那这些改革的措施就有可能开一个洞，让这个共产党统治出状况。他一看苏联也很类似，苏联去打阿富汗，这个虽然没有到动摇国本，但是至少没有打胜仗，引起了大家对党的质疑。那么戈尔巴乔夫呢上来了之后，他就必须要进行一些改革来收拾民心。结果呢，就这个党开了一个洞，所以最后结果苏联就解体了。所以中共现在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归纪念，里头是在反省，你这个。以前呢，清政府就是犯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呢，导致了他灭亡了。像清政府虽然我们现在说清政府很腐败，可是呢，第一个清政府的实控领土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相当大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控领土也没有超过清政府时代。好像元代那个是类似国协的概念，不能完全认为是中国的实控领土，而且清政府也支撑了268年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中共当然会说，清政府200多年的政权这个最后辛亥革命推一推就倒了。那这个中共呢，现在虽然非常的强大，但是呢，会不会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裂痕？所以他纪念辛亥革命，刚才讲这么多的原因，实际上内部呢，他是在反思的。这也是在这个10月10号呢，这个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呢做的一个简单的分享。是，谢谢国成老师。的确，辛亥革命我们在过往的讨论里面，大概的确也是说过，从脉络上历史的这些过程，国成老师很清楚的谈到孙中山在最早的时候，在创立中华民国过程当中，跟中共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些关联性其实老师好像也特别介绍了一本书，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中国近代史相关的部分有兴趣，是不是老师刚好想介绍一下？我还是推荐这个郭廷乙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这个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的现在网络上可能都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版本了，但是大家当然还是最好是购买正版那郭廷乙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个创始人之一了他在这个近代史的研究上其实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那他其实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孙中山先生是扮演一个重要的革命倡导者的角色，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孙中山创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推翻了清朝，然后建立了中华民国。那就中国现代史来看的话，根据这本书里面的叙述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个推翻清朝的袁世凯功劳更大，第二个是国民党也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才有的。然后呢，推翻清朝的那些人，袁世凯当然不用讲，同盟会、武昌起义那些人，他们那时候也不是国民党。然后呢，孙中山也是一个倡导者的角色但是呢，也没有实际的去进行这个
推翻这个清朝的这个各省独立的这个过程哈。我想呢，这一点呢，其实对于这个海峡两岸哦，喜欢用政治立场去这个扩大自己的功劳，然后这个对历史做这个有利自己的解释哦，我认为这本书呢都是很值得看。